吃素作为一种生活选择，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。有些人因为伦理、动物权益的考量，选择远离肉食；有些人则出于宗教信仰，视吃素为一种清净之道；还有一部分人则基于健康因素，追求植物性饮食的益处。各种原因让吃素成为一个多层次的选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乐活人生100，这是一个专门讨论生活和健康相关话题的频道。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保健的知识，请订阅我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们非常需要您的支持。那影片开始了。素食世界包含了严格的纯素食主义 veganism 以及相对宽松的蛋奶素食。纯素主义者完全避免任何动物来源的食材，包括肉、乳制品和蛋类，而蛋奶素食则容许一定程度的动物性食品，例如蛋和乳制品。吃素不仅是一种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，也是对地球的爱护。畜牧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之一，而素食的采纳有助于减少牲畜的饲养，进而减缓气候变迁。通过素食的选择，我们能够为环境可持续性尽一份心力。吃素是否更健康一直是广泛讨论的话题。研究显示，素食主义者通常拥有较低的心血管疾病风险和较佳的血压控制。素食含较低的饱和脂肪摄取和丰富的膳食纤维，对维持心脏健康至关重要。然而，要确保素食生活的健康性，关键在于合理搭配食物，确保各种营养的均衡摄取，特别是钙、铁、维生素 B12 等。其次，吃素有助于环境保护。畜牧业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，而素食的生活方式能够降低这种影响，减缓气候变迁的速度，减少对动物的需求，也符合动物权益的观点。在素食中获得足够的蛋白质是关键，特别是对于积极参与运动或有高蛋白需求的人。一些优质的植物性蛋白来源包括豆类，如豆腐、豆腐干、豆浆等，它们提供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营养素。坚果和种子也是素食者的重要蛋白质来源，例如杏仁、核桃、花生以及南瓜子、葵花籽等。然而，要达到蛋白质的均衡摄取，搭配不同的植物性食材是关键。蛋奶素食者可以透过乳制品和蛋来补充蛋白质，但纯素主义者需更仔细选择食材，可能需要考虑补充蛋白质的方式。为了确保吃素生活的健康性，以下是一些重要的原则。1、多元化饮食。吃素者应该注重多样化的饮食，包括各种蔬菜、水果、全谷类、坚果、种子以及豆类，这有助于确保营养的均衡摄取，防止单一食物造成的营养缺乏。2、蛋白质摄取。确保足够的蛋白质，特别是对于积极运动的人，通过结合不同植物性食材，如豆类、坚果、种子，可以获得全面的蛋白质。3、补充维生素 B12。维生素 B12 主要存在于动物食品中，因此素食者，尤其是纯素主义者，可能需要考虑补充这种关键的维生素。维生素 B12 对于神经系统和红血球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。4、确保钙和铁的摄取。钙和铁是素食者容易缺乏的两种营养素，素食者应该选择富含这两种营养素的食物，如绿叶蔬菜、豆腐、坚果和全谷食品。5、注意热量摄取。虽然素食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，但仍需注意热量摄取。某些素食食物拥有高热量，特别是加工素食产品。选择天然且营养丰富的食物，有助于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。尽管吃素有许多好处，但也需谨慎应对可能的坏处，包括1、营养素不均衡。部分吃素者可能因为忽略特定的营养素，导致营养不均衡，特别是缺乏钙、铁、维生素 B12 等，可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。2、可能的疾病风险。长期吃素有时与某些疾病风险增加相关，例如骨质疏松症、铁缺乏性贫血等。
这需要透过合理的饮食规划和额外的补充来预防。3、酒精摄取。吃素与酒精摄取的关联性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。虽然吃素本身不排除饮酒，但过量的酒精摄取可能对健康有害。4、是否适合减肥？吃素虽然有助于维持健康体重，但并非所有素食食物都是减肥的最佳选择。一些素食产品可能含有高糖、高油或高钠成分，需要谨慎挑选。虽然吃素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但长期吃素有可能导致一些营养素的缺乏，包括钙、铁、维生素 B1、2。长期吃素有可能与一些疾病风险增加相关，包括骨质疏松症。由于钙的摄取可能不足，吃素者有可能面临骨质疏松症的风险增加。建议透过食物或补充的方式，确保足够的钙摄取。2、铁缺乏性贫血。动物性食品中的铁血红素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因此吃素者容易出现铁缺乏性贫血的情况。合理搭配食物，注意摄取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，以促进铁的吸收是重要的。3、维生素 B1、2缺乏。维生素 B1、2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品中，是维持神经系统健康的关键。而植物性食品中的铁非血红素铁的吸收效果相对较低，维生素 B1、2缺乏可能导致贫血、神经系统问题等。纯素主义者应该特别注意补充这一关键的维生素。吃素可以是一种有效的减肥方式，因为植物性饮食通常较低卡路里，富含纤维，有助于控制体重。但要注意，有些素食食品可能含有高糖、高油或高钠成分，这些都是需要谨慎的。想吃素减肥有4大地雷需特别注意。1、素肉加工品。市面上随处可见的素肉、素鸡、素火腿等加工品，为了口感，在加工过程中加入过多的油脂、调味料和添加物，不仅热量爆表，也增加了代谢的负担。2、重口味料理。很多店家为了让素食料理更加美味，会添加很多糖、味精、酱油、太白粉、地瓜粉等调味料，做成糖醋、红烧、勾芡的菜色。重口味容易导致水肿，且热量暴增。3、油炸素食产品。一些加工的素食产品，尤其是油炸豆包、豆皮、豆腐等，含有高油和高热量，长期食用会造成体重超标和血管阻塞。4、过多的淀粉类食物。素食常以黄地豆、莲藕、南瓜、芋头、地瓜、玉米等来当作配菜，这些都是淀粉，而不是蔬菜。若饭后再喝紫米红豆汤或绿豆薏仁汤，碳水化合物就超标。吃素不仅是一种饮食选择，更是一种生活态度，一种对自己、对动物、对地球的负责任的表现。无论是出于健康、伦理还是环保的考量，吃素都是一条充满挑战和收获的道路。这也是一次挑战我们饮食观念的机会，让我们更加关注自己的饮食习惯，以追求更加健康平衡的生活方式。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主题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与我一同探索更多关于美食和健康的精彩内容。